首先呢，在第一个月份的过程当中呢，你一开始的状况呢，可能是像这样子瞳孔放大，我的天啊，我该不会要死了吧？直到这个第二个月份能量场呢，这张牌卡是 Temperance， 它就是那一颗老鼠屎。第三个月我们要往后走，未来这能量场哈，不知道对方到底真面目是什么，他可能是引发事情爆点的那个人。这个讯息很重要，他们要有提醒你哈，自己一个人去单干，好不行，行不通的。你觉得这就是一个对的时间，就去。我们想要告诉你，在这一个季度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原来人生其实还有很多不可思议。Hello， 天蝎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个影片是要给天蝎座的朋友们的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我们一样呢，要告诉大家，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没有时间上面的限制啦。所以呢，如果你不是在首播的时候看到这个影片呢，请你前后推敲3个月左右的时间，或者是以你看到的当下的这个季节为主，好吗？那紧接着我们就来跟大家说明有关于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的整体架构跟流程哦。那我们这一次呢，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呢，有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的部分呢，我们会来跟大家说明有关于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各个月份的能量场的现状跟细节，以及呢，在每个月份你有哪些需要学习的实际课题啊。那接着我们就会进入到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那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呢，我们会用宇宙验证牌卡来验证更多的细节以及相关的说明，还有症结点。那接着呢，我们会来告诉大家，在每个月份有哪些关键的人会出现，或者是有哪些关键的时间点哈，大家可以超前部署一下。还有呢，在各个月份要特别注意会发生的突发状况跟事件，也会来跟大家进行一个揭露。那今天呢，我们还会有天使下凡来解答的这个小游戏哈，所以在延伸牌卡解读的最后呢，我们会用天使下凡来解答，请你想3个问题呢，我会请天使下凡来回答你是 yes 还是 no， 或者是有更好的建议。那最后我们在延伸牌卡解读的结尾，会用宇宙跟天使传讯的部分呢，来听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讯息，希望透过我来用口说的方式传递给你。那我们就会用这个来作为一个结尾，好吗？好，来报告完毕，我们就准备进入到这次你的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等一下呢，我在解读的过程当中，我都会讲第1个月跟第2个月跟第3个月。那你不是在首播，就如同我所说的一样，请你前后稍微推敲一下。那这一张牌卡呢，没有翻过来的，这个是你的底牌，也就是你的王牌哈。那意思就是说呢，如果在这一季遇到任何的难关或挑战哈，就可以来听看看你王牌要给你的建议，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就请天蝎座的朋友们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 ，OK？ 好，请稍后哦。OK， 行，感觉天蝎座朋友们这一季是在救火是吧？感觉人家不知道在救火还是在忙什么这样子啊。不过起码呢，我觉得中间是有点混乱。不过到后面呢，虽然暂时呢，我个人会觉得还需要再多下一点功夫。不过呢，起码这个救火或事情的这些东西差不多可以圆满的落幕，然后你也可以得到些许的安慰，或者是一些心理上面比较安定的这个状态。我们一起来看一些细节，好吧 ？OK 哈。首先呢，在这个第1个月哈的能量场，你抽到的是权杖国王，抽到的是圣杯国王，然后还有抽到这个魔术师哈，这3张牌卡在你第1个月份的能量场，我先跟你解说这2张哈。我个人会感觉在第1个月份的时候，你应该会遇到一些交手的相关状况、人事物或事件、梦想跟目标呢。我觉得哈，这个是要非常考验你的情绪管理，或者是要在极大的压力之下，然后还要让自己能够充满着动力或执行力去做这件事情，或面对这件事情，或处理这件事情，好吧 ？OK 哈。那当然请你们自行灵活运用套用在你们生活状况当中，因为我没有办法讲到很多每个人的细节，但我会尽可能照顾到每一派的天蝎座的朋友们 ，OK？ 那这里呢，你要麻烦大家灵活运用这些讯息，好不好 ？OK 哈，好来，我刚刚有说这个可能要很考验你的动力跟你的执行力，还有这个情绪管理的能力哈。那但是呢，我个人会感觉我总觉得你在这边忙的一件事情应该是一件大事或者是很重要的事。可是呢，你即使在忙这些大事的同时你手上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事细琐的事情也是要你去处理啦。OK， 但是为了顾全大局，我觉得某部分天蝎座的朋友们就是你可能会牺牲你手上想要的或者是小的事情得先放旁边搁着的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东西你很珍惜的，你暂时先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可能是你在第1个月份的时候或许多多少少会有点牺牲，或者是有点我觉得必须要先把这个需求收起来的原因。 OK 好，那在这里呢，你还有抽到一张魔术师。那你这张魔术师的牌卡其实我觉得你就是在如火如荼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大事但是呢，总觉得某部分的天蝎座的朋友们，你好像在救火就这边就是我跟你讲这边有大概
两派能量场我都说一下哈，就是说。比如说有一派的天蝎座的朋友们，你的那个就是同事就很不给力，然后就给你捅了一个篓子哈，你就是要如火如荼的压抑你自己的怒气哈，然后呢一边去救这个火，然后一边擦他的屁股哈，类似像这样。然后呢，你手上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呢，你又很想骂他，但是你现在又不是一个时间骂他，因为要先救火哈，你懂我意思吗？好，所以你可能自己的东西要先放一边，你要先去做这些事情。OK， 好，然后呢，我个人会感觉某部分的天蝎座的朋友们，还有另外一派小众的讯息，在第一个月份的时候呢，我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不要太担心哈。我觉得虽然你在救火，在进行这些事情了，但这一张牌卡呢，旁边有非常多的海鸥，这张牌卡是我个人会感觉哈，你会有救援进来，意思就是说可能有贵人帮你啊，有资源进来呀，有朋友支持你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倒是不太担心你这件事情能不能解决，我觉得我已经感觉到后面能量场就是会解决的。但是这个过程啊，会让你有点不是很高兴，好吧？我就这样跟你说，好吧 ？OK 哈，好，那这边呢有一个魔术师，也是在你第一个月份的牌卡出来了哈。那第一个月份的牌卡这边有一只这叫什么？这是天鹅吗？是这样讲吗？哈，这是天鹅哈。然后呢，它是一个帽子里面长出了这些茂盛的这个叶子，然后有一个女生坐在这边拿着一个仙女棒，然后坐在这个帽子的上面。OK 哈，他们要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啊，这个帽子这边有一个窗户。OK 哈，这个窗户呢，就是有一点像说哈。我觉得哈，你有点像是，我不能说你是故意借力使力，我觉得你自己可能没有发现这件事情，而是透过这个可能你在救火正在做的一件大事情哈，反而让别人可以看见你的优点，就是说别人会透过这个窗户，有点像是一探究竟，说哇，原来天蝎座的朋友们救火擦屁股能力超强哈。或者是他们说哇，你看都这样子，他还不生气哈，是这样子 OK。其实你内心可能已经咬牙切齿，充满着脏话 OK 哈。所以呢，你这个帽子啊，有一点像说哈，你有点像是我不能讲因祸得福啦，但是借由这个机会啊，让别人能够偷看一下、偷窥一下哈，就说哇，原来天蝎座还有这样的能耐，哇，他有认识这样的人脉，哇，你看这个东西他也可以瞧好他呢哈。所以我个人会感觉啊，这个状况哈，会因为你的介入或加入，然后就像魔术师一样哈，最后它是非常完美的呈现的 OK 哈，因为魔术师就在你中间搞很多把戏嘛哈，就是先搞一些小把戏给我们看嘛，然后我们就这样然后累积这个的感觉哈，到时候就哇是这样子的感觉 OK 哈，所以呢那个在旁边看戏的那些人哈，就像是从这个小窗户在看你哈，然后最后呢你就变出了一个像丑小鸭变天鹅一样，所以这个天鹅在这边的原因就是说哈，你竟然可以把丑小鸭变天鹅，就是说这个可能已经烂掉了，这种烂摊子没人收的哈，这件事情很难做到的一件事哈，你呢去挑战成功了，这个就是你在1月份正在忙的这些事情，你忙着这边变魔术啊，你懂我意思吗 ？OK 哈，好，那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跟你讲哈？来到这个第2个月份哈，非常有趣的是，你抽到的是吊人牌卡权杖9，还有这个权杖国王哈。你这个权杖国王呢，其实从第1个月份走到第2个月份，都还走在权杖国王上面。那这个权杖国王为什么要走2个月份呢？就是我可以跟你讲哈，这边差不多女就是在那边变魔术嘛，搞这些戏码嘛，是不是这样说，对吧 ？OK 哈，但是呢，我个人会感觉哈，它不会到第2个月就结束哈，它可能会持续延烧哈。不好意思，天蝎座的朋友们，我就跟你讲哈，这屁股火哈可能会一路烧到2月 ，OK 哈。所以呢，你在2月的时候，你还是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你有没有发现你拿着这个仙女棒哈，2月还在救火啊，还在变你的魔术啊，但是终于起码最后这个魔术终于要变完了 ，OK。好，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你这边有一个权杖9跟一个吊人牌，那这张吊人牌卡呢，我个人是会感觉哈，这差不多要是不是露馅啊，那个什么揭开序幕，就是说终于要到最后魔术师的那种高潮的那个地方了哈，大家终于要拨开云雾见到这个青天了，终于知道啊，最后这个结果到底是什么样，可是就是还是要等。OK 好，所以还没有那么快，我个人会感觉你还在这边救火。那在这个救火的过程当中说实在的哈，我个人会感觉你承受的也不少。OK 哈，就比如说，你看你身上有这么多的疤痕，你还要表现得很优雅，天蝎座的朋友们哈，你都很想把它垒洗了哈，可是你还表现得很优雅，所以我就觉得哈。天蝎座的朋友们，不得不给你一个不得不给你一个赞，好不好 ？OK， 我觉得如果遇到这样子火烧屁股的事情哈，你还要这么优雅，然后还要这样披荆斩棘的哈，帮这些人解决这些事情，或者是呢依然这样子面不改色的哈去做这些，我觉得要去处理这些大事哈，我个人会感觉说实在的，天蝎座的朋友们啊，真的这一季哈，我觉得你比较有点像是说，在让别人看见你的能耐，还有让别人能够看见你的这个怎么样
本事，好，我感觉是一个真本事 ，OK 哈。然后呢，但是我也会觉得说哈，在这1到2个月左右哈，就是第1个月走到第2个月左右的时间呢，我会认为你应该会意识到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这样讲哈。这边有几派的天蝎座的朋友们，我就稍微都讲一下 ，OK 哈。第一派的天蝎座的朋友们，你已经开始懂得怎么样，怎么讲？我想一下，怎么样不再像以前一样 ，OK？ 一点小事就惹毛你 ，OK 哈。即使这个现在这件事情可能踩到你的地雷哦，我个人会感觉你都不那么容易炸雷了 ，OK 哈。意思就是说。你透过这1到2个月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学会了这件事情 ，OK 好，我觉得你比较有点像是比较淡定一点点去看事情就是这样，那就发生了，我们就这样吧。以前的你可能会先噼里啪啦骂个2句 ，OK 哈，但是现在你就会觉得说，先做好这件事情或救这个火比较重要 ，OK， 这是第一派的天蝎座的朋友们 ，OK 哈。那第2派的天蝎座的朋友们呢，我个人会感觉你呢反而是抓准了这个机会。让别人看见了你的能耐，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们会从这个窗户这边一探究竟嘛，是不是这样说 ？OK 哈，如果假设我就举个例，你是别人的员工你刚好趁这个机会去展现你的价值。OK， 这是第2派的这个天蝎座的朋友们，所以呢，你说你收这个尾或者是擦这个屁股呢，到底是算好运还是不好运？我觉得这个很难界定。OK 哈，但是这个窗户一直给我透露一个讯息，就是别人会看见原来你骨子里面或者是你深藏不露的这些能力在这一季过程当中有点爆发出来了。OK 哈，好，那在第3派的这个天蝎座的朋友们呢？我会觉得呢，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点在这第3派的这个讯息的天蝎座的朋友们，你们大部分要么如果以工作上面来讲的话呢，你们应该是在一个领导的职位，或你本身是一个老板，或者是比如说这个部门是由你管的就是你的位阶是比较高的，或者是你在这个行业是比较资深的这样子 OK 好，我觉得这一派的天蝎座的朋友们你反而是在这一季的过程当中重新因为这件事情而再一次去点燃你对这个领域的热情。OK， 我觉得我知道我这样讲你会觉得很奇怪这就很像是那个什么哇，我现在受到刺激了，你知道吗？我现在来什么杀什么，来什么做什么这样子 OK 好像你引导你的团队就去干了一件大事。可是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以前可能你已经很久不碰下面这些事情了可能交给你下面的手下去做，但是这件事情可能大到不可思议，你得要出来帮下面的这些，就是你下面的人一起跟他们并肩同行，然后一起去征战，然后一起去把这件事情处理完毕OK， 所以这个东西呢，会让你燃起你的热情，就是哇，我好像要再年轻一遍了所以我好像早说当初我那个年轻小伙子的这个气势所以你的2张权杖国王就会给我有这样的感觉，你觉得你好像在燃烧你自己，看似别人会说哎呀怎么那么累忙成这样子但是你突然会觉得刚开始很累很烦后来默默的有点 enjoy 这个就是第3派的天蝎座的朋友们。然后呢，这件事情也会让你跟你下面的下属或你领导的这个部门跟团队呢，你们能够更加的齐心合一。OK 所以呢，这边大概有3派的这个天蝎座的朋友们，我说稍微告诉你们一下，我先把大概告诉你们，也把派系告诉你们，好吧？好，那为什么会跟你讲不要太担心呢？原因是因为走到第3个月的时候呢，你这边抽到的是宝剑6，然后抽到的是圣杯9，然后还有抽到这个是钱币7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这片乌云终于要散去了这个行星象征的就是希望新的篇章就要来临了，所以这个船锚准备要定在这个小岛上了 OK 所以呢，我才会跟你说这个不用太担心，在第3个月应该差不多就是已经要解决了，剩下那个船锚还没有钉下去那个地方就是差不多是进行一个收尾啦 OK 那这个钱币7加圣杯9为什么我会说你在后面呢？你可能会觉得事情可能收尾还不错那甚至呢也蛮符合我自己的理想你心里也就安定下来了 OK 这一张圣杯9呢，就是我刚刚有一种感觉你这个穿的这么奇花你看到这个魔术是不是也都是穿的很花枝招展嘛这张牌卡就是给我有一种意象就是说天蝎座的朋友们，你展现出你看你这么丰盛丰富的这些后花园就是说你看吧，我有18番样武艺，我全部拿出来，这些圣杯就有点类似像这样，我在宣告我有18番样武艺，我能力在此 OK 给你们看一下所以呢，我会觉得是透过这个机会让别人看见天蝎座也好，或者是呢让你的下属看见哇，难怪你会当我主管，你会当我老板他们再一次钦佩你也好
OK 哈，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势已定，解决也差不多该完毕了。所以呢，你的安心感啊，或者是这种稳定感啊，也会慢慢找回来。最重要的是在这边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的成就感会再一次的向上提升。OK 哈，然后呢，在这里有一个钱币七。OK 哈，这个钱币七啊，说实在的哈，我必须要告诉你哈，这张牌卡我就得直话直说了哈。这件事情说实在吃力不讨好哈，是这张钱币七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你在那边瞎忙哈，忙翻天这样子哈，然后呢，其实你收获并不多。你看这整棵树上只有长出半颗苹果。OK 哈，所以呢，你还要在这边耕耘，这边还有一个耙子一个锄头你还要在这边努力的去做这些事，所以我才会跟你说啊，这个要收尾需要在一点时间，不过还好，没什么大碍，然后没什么我觉得你需要再担忧的事情了，差不多在1到2个月就差不多了哈，有的人快一点的话，大概2到3周就结束了。OK 哈，不过这个东西就是因为还要收尾，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样讲，比如说你就是那个老板，你就是第3派那天蝎座的朋友们哈，你为什么要去救火啊？因为这是你的事业嘛，是不是这样说？所以这就是你像吃力不讨好的活，你得不到什么太大的丰收，但是起码平息了这一场烈火。OK 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别人看见的那个天蝎座的朋友们哈，你的确付出很多，做了很多事情，就是这些吃力不讨好要去擦屁股的这种东西哈，我个人会感觉哈，你呢后面还有一些东西要收尾。OK 哈，意思就是说你的战力啊，不可以只从第1个月到第2个月，可能还要到第3个月到第4个月后面去了，就到下一季的那个方向了哈。那快一点大概2到3周 ，OK 哈，慢一点要在1到2个月 ，OK。所以呢，你会觉得说我的天哪，我付出这么多，不是应该要赶快就已经收尾了吗？但现在怎么还有一些东西遗留在那里哈？这个呢，我就必须要跟你讲，这就像这个钱币七一样，吃力不讨好，还要再投入一些，因为钱币七要往后走，就走到钱币8了，走到钱币8象征的意思就是差不多了 ，OK。接着走到钱币9就收工，好，打完收工 ，OK 哈。所以呢，你才会有一个钱币8跟钱币9，我才会说你大概还有1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或者是2到3周的时间 ，OK 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每个月可能有哪一些非需要我们这个天秤座去学习的实际的课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好，那当然呢，在这些要学习的实际的课题里面呢，如果呢有其他相关的一些关键性的人物啦，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重要的时间点，或者会有哪些实际发生的状况跟事件我们就会在延伸牌卡解读在下半场来跟大家做一个更详细一点的说明，好不好？然后呢，也会用宇宙验证牌卡来验证我刚刚要传递给你的内容。好 ，OK 好，他们说都要去那里，好，那我就去那里吧。OK 好，那就代表这个月份有很多事要做。OK 好，来，我们再说一张，好吧 ？OK 好。来，行，OK， 没有问题。好，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在各个月份你要学习哪些这个实际的课题，好吧 ？OK， 好，他们说这张牌卡放在这里哈，这个是整个季度的 ，OK， 行，只有第1个月份要学的东西比较多哈，所以我在跟你讲，你的火要一直延烧哈，烧到后面一点点 ，OK 哈，好，来，首先你抽到女祭司，抽到权杖3，抽到钱币3，还有抽到星星牌卡 ，OK 哈，来，这3张牌卡呢，在你第1个月份呢所要学习的一件课题哈，意思就是说这张牌卡呢，是女祭司。女祭司意思就是说呢，她是一个非常低调、沉稳、内敛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说哈，你必须要压抑你自己的怒火 ，OK， 装作若无其事。你坐在这个月亮上，你就是心中一把火，你要压抑着这些情绪，然后很冷淡、很冷静的去处理这些事情。其实说实在，这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哈，你在这个月就是要够冷静、够沉着，专注在你要处理的这件事情当中哈。这是第一个你要学习的课题。第2件事情，这是一个星星牌卡。这个人在一片枯竭的这个地板上，然后呢捞这个水。OK 哈，这个就是要告诉你哈，在第1个月份，你可能身心都会有点俱疲哦，甚至体力也会有点劳累哦。好，所以呢，他们要我提醒这个天蝎座的朋友们，在第1个月份要学习的实际课题哦，就是你看哦，这边只有一壶水，水就只有这么多，意思就是说你的体力只有这么多，你的人脉就是只有这么多，你的比如说精神呢就是只有这么多。OK 哈。所以呢，你在这边打捞，OK 哈，就是要提醒天蝎座的朋友们，在1月份你要学习的课题就是说，紧急的事跟重要的事，这2个有具备这个条件的，请你先做，好不好 ？OK 哈，因为你就这么多，你只能捞一杯起来。OK 哈，所以呢，你要去想捞一杯起来他们要跟你讲为什么叫做你要先这么做？因为只有这杯是你的，剩下的你带不走的。所以他们说，你一定要先把你仅有的这些东西，先去把它打捞起来，先做。OK 哈，所以这些水它还是会依然留在这个壶中，你是带不走的。所以我们才会说，紧急重要的事情，你在第1个月份要学习，先做再说。
OK 哈，因为其他的东西你没办法一直捞，你要捞了带回去，要不然你就是把它喝光，除非你把整个湖水都喝光，哈，是这样说对吧 ？OK 哈，然后呢，还有一件事哦，对他们说我少讲一件事哈，来，还有一件事情呢，这个湖啊，象征的就是你压抑的这些波涛汹涌的海水。所以呢，他们要我提醒你哈，在这个月份的情绪状况哈，因为你是在压抑，可能你的压力或怒气或愤怒或者是一些状况哈，你们要懂得适时去做一个宣泄，这个也是你要学习的哈。我个人会感觉哦，天蝎座的朋友们有些时候不会把事情说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不要觉得说那不是就情绪管理吗？有什么好学的？我跟你讲啊，有人一辈子都学不会情绪管理的 ，OK， 甚至是没有情绪的。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每次在经历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再一次提醒我们，这边我们要注意的情绪是什么？有可能上次是悲伤啊，这次是生气啊，下一次是压力啊，每一次是不一样的。好吧 ，OK 哈，好，来，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钱币三 ，OK 好，来，这个钱币三呢是有一个人在这边挑灯夜战，这边思考我要怎么把这个城堡盖好哈。你可以注意看，这是一个城堡，他手上是一个城堡的这个很像是建筑的这个图 ，OK 哈。所以呢，他们说呢，在这个月份的过程当中哈，你就是在思考要怎么样先平稳下来就好。他们说呢，你在第一个月份的时候不要想，就是说我一定要把事情赶快把它移平啊，我把它处理掉，这样子 OK。他们说不可能。直接叫我告诉你不可能哈！如果这件事情很简单哈，你就不会在那边搞2个月嘛。我干嘛跟你讲说第3个月后面还要延续呢？所以这件事情呢，有可能这个案子很大，或者是这个要救火的东西很繁杂或很细琐。OK 哈，所以他们要我告诉你，在第1个月学会平稳这个情势就好了。OK， 平稳就好了，你不要奢望一次解决它。他们说这样你会给自己更大的压力，甚至你会认为自己好像做不好，你反而消减了你自己的士气。OK 哈，这个你要提醒你一下哈。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是权杖3 ，OK 哈，这个权杖3呢在这边哈是有一个人哈，他单独坐在这个石板上面哈，就是这个椅子上面 ，OK 哈，他们要我跟你说哈，这个月绝对不会太舒服。OK 好，绝对不会太舒服。坐在石头的椅子上怎么会舒服呢？是不是这样说？对吧？不是很硬，屁股很痛，要不然就是很冷，就这样。OK， 他们要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这一张牌卡需要告诉你，在1月份学习的课题，就是说你要试着跟这些像我们前面已经提醒了哈，这些不舒服的这种感受去相处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你可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说，我这样讲哈，形容几个状况哈，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要我来收拾，或者是只有我能收拾。好，比如说你就是你老板嘛，好，就像我刚刚讲，你可能是第3派的天蝎座朋友们，就只有我能收拾你们这些事情，就是没有老板来跟这个厂商可能协调这个东西哈，厂商不会灭火哈，也不会消气。类似像这样哈，所以会有这几个状况哈，这2个状况为什么是我来收拾？也只有我能收拾，这是第2个状况 ，OK 哈。还有第3个状况就是说，你要学习在只能你来收拾，或者是为什么是我来收拾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要我告诉你哈，花这些时间去想这个东西没有用。OK 哈，花这个时间去想这个东西没有用。我倒是觉得呢，你不要太担心，你应该要自己抬起头来，因为只有你能收拾，或者是也要你来收拾的话，你这个时候啊，最重要的是，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旁边有很多资源，会有人来帮你，所以你应该会过得了这个关卡。你不要头低低的在那边看地板，麻烦头抬起来去看一下旁边，好吧？所以呢，这个就是要告诉你，赶快起来。好，不要坐在这边 ，OK， 站起来。其实这个权杖3正位是站起来，要走过去，走到下一个山头。所以呢，你要赶快站起来，去看看我刚刚跟你说的，你旁边有资源，有人可以协助你，所以不要在这边低着头唉声叹气或自怨自哀，好不好 ？OK， 这个是你要学习的课题哦。好，第2个月份呢？你抽到的牌卡是命运之轮哈，说实在，我跟你讲哈，所以我才会跟你说哈，这个东西差不多要开始转动了啦哈。OK 哈，好来，那这张命运之轮呢，其实要提醒这个天蝎座的朋友们哈，你在2月份呢，其实要学习的一件课题就是驾驭这件事情。好，你有没有看到他站在命运之轮上面是很有那种魄力的感觉哈，是驾驭这个命运之轮哈。我要这个命运之轮往左转就往左转，我要它往右转就往右转，这个不就是跟你刚才的魔术师一样吗？我要变出什么东西来，我就变出什么东西来。我现在变一只鸽子，等一下变一只小猫，类似像这样。所以他们要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哈，就是在第2个月份呢，你要学会驾驭这个情况。OK， 这个是先稳定这个情况。第2个月是驾驭这个情况，把这个主导权或控制权慢慢要拿回来了。OK 哈，第2个要学习的一件事情是说，你在第2个月呢，要以一个更高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OK， 有点像是像鸟一样哈，俯瞰这整个事情，你会发现在里面当中呢，这件事情当中里面当中我总觉得哈，这个是你要试着用一个比较大的画面跟俯瞰的这种状态，你会注意到为什么这件事情今天之所以会演变到这里，你会去发现
这个 bug 在哪里？好，我这样我为什么会用这样解释给你听？哈，我做一个举例，就是说，假设你是我刚刚讲的那一派的老板。OK 哈，你现在在那边救火嘛，这边处理事情嘛，对不对 ？OK 哈，好，来到第2个月了，这件事情终于稳定下来，你也可以稍微掌控了，你就会开始比较有空有闲或有心情去看说，奇怪了，这件事情小明怎么会搞成这样呢？你就会自己去处理之后，你就知道那个卡点在哪里，你就会恍然大悟说，原来这件事情是这样。OK， 所以在这里你要能够透过2月份的时间去看到这个东西，这也是你要特别去学习的。OK 哈，那来到3月份的时候呢，你抽到是权杖侍者。OK 哈，权杖侍者呢，意思就是说，你看我这个权杖啊，又要准备磨一磨，又要发亮了。OK 哈，所以我才会跟你说啊，来到3月的时候，你不要太担心啊，这件事情应该差不多大势已定哈，来到这边已经稍微应该是说可以平息了。OK， 这个权杖侍者啊，要提醒你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3月份你要学习的一个课题就是说，这个权杖我当时有说，权杖国王来到这边变权杖侍者了，所以你这一把火啊，可以稍微停下来啊。OK 啊，就是说你这个动能呢，可以稍微从1档打到2档、3档、4档啊，可以慢慢降这个档数。OK 啊，所以呢，在3月份的时候呢，他们说呢，差不多是一个时间点，你可以好好收回自己的力量，然后要学习的课题就是重新在这边派发出去。意思就是说，这边呢，你已经不需要再当这个扛大局的人了，所以你要学习把这些不是你做的东西或不应该去承担的这些东西，把它慢慢的还回去。OK， 不要在这边还自己继续担那什么这样担任女主角，是不是？然后担到下个月去，好不好？不用这样哈。剩下的东西啊，我觉得这张牌卡就是在告诉你，把这个权杖还回去。OK 哈，把这个权杖还回去，责任还回去，该给他们做事的就让他们做事去。OK 哈，好来，那最后这整个季度你要学习的课题是这个国王。OK 哈，这个国王哈，我会认为哈，为什么我刚刚特别在第3派的时候我停留久一点点，就是我有感觉到有一个王位的这种就是比较高一点的这种地位哈，这个就是这个国王。OK。我个人会感觉呢，你在这整个季度过程当中，如果你是那一派老板的话，你就是在学习哈，这个国王你在统治天下的时候有哪些纰漏跟一些漏洞，你自己没有看见的，因为你在上面太久了，你没有下来亲自的，就是像什么微服出巡 ，OK， 这一次微服出巡了，所以你了解了哪些东西可以再做一个改变。OK 哈，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是，这个国王是拿着一个宝剑的，所以象征的意思是说，有可能透过这件事情，你们公司或你这个关系或你这个合作，它要重新去拟定一个比较明确的，比如说SOP 啦，或者是合约啦，或者是比如说这个运作的模式啦等等之类的哈，这个都是你在这一季要去学习的。OK 哈，因为这个东西一定会把某部分东西揭露出来。OK 哈，那第3个，你在这整个月呢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呢，你注意看到这2个人啊都是头低低的。OK 哈，他们要我提醒天蝎座的朋友们哈，在这个季度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只是看着地板。OK 哈，看着地板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怎么跟你形容这个能量场？对不起，我想一下一个好一点的形容词，因为有一些时候呢，这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我这样告诉你好了，你去想哈，为什么一个国王哈，他会统治天下？他应该是雄赳赳气昂昂嘛，哈，是不是这样说？怎么会好像有点垂头丧气的看着地板 ？OK 哈，他们要我提醒天蝎座的朋友们哈，不要觉得这些事情很烦，哈，搞得你当一个国王哈，这些朝政的事情哈，好像就影响到你个人的心情。他们要我跟你讲哈，这个有点像是公归公，私归私。OK 哈，有点像是说这些你底下的手下搞出这些事情，或你的同事或你的另外一半搞出这些事情 ，OK， 那并不代表你 ，OK 哈，意思就是说他们搞坏了这些东西，并不代表你做错这些事情，只是你需要去救火、去分担、去帮忙 ，OK， 但是并不代表你不够好，你国王做的不好啊，或者是你没有监督好他们，或者是你没有尽到一个什么做太太或者是当男朋友的责任，不是这样子的，一码归一码。好，这个就是这一张牌卡在你这一季要请你学习的状况，好吧？虽然你也牵涉在其中，但是做错事的人或搞出这些事情或弄出这些名堂的人不是你。OK 哈，好，所以接下来最后我们来看一张王牌，来看看在整个季度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些挑战，你王牌有什么话跟你说，好吧 ？OK 好，来，这张牌卡是圣杯5 ，OK 好，来，这张圣杯5呢，其实说实在的哈，我个人会感觉这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哈，有些东西呢，你看他手上明明就拿着一个树枝，然后有2个花在他手上，对不对？可他偏偏呢要看那个掉到这个池塘当中的这3朵花。
OK 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我刚刚一直在跟你讲，你都在头低低的看，OK，所以我才会提醒你，这不关你的事，你要一码归一码。虽然你牵涉在其中，你可能有点不爽，好，我们就这样说 ，OK 哈。好，那这张牌卡呢，你的王牌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看你失去的，看你拥有的。OK 哈，你都力挽狂澜的把这个生意把它赢回来了，或者是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了。所以呢，这一季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哈，看到你做到什么，拥有什么，而不要一直去看你失去什么，这些东西怎么烂透了。OK 哈，这个东西呢是你的王牌要告诉你。OK 哈，另外一件事情，他们要我跟你讲哈，你要能够透过这个世界珍惜留在你身边人，还有在这个你发难的时候哈，我跟你讲哈。特别来支持你、支援你、帮助你的人，那个就是在你生命当中留下的这个圣杯二。OK， 所以这些人你要好好的去经营他们，感激他们，或者是谢谢他们。OK 哈，然后呢，他们要我跟你讲，你绝对会有资源，你不要太担心。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直叫我讲你有资源，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资源哈，不然也分一点给我哈。我就觉得到底是要干嘛 ？OK 哈，好，然后呢，接下来你的王牌还有一句话要告诉你哈 ，OK，他们说呢，你注意看，这边有一个池塘，然后你在这个池塘里面哈，你有没有发现你在里面，其实你裙子都湿了，是不是这样说？然后呢，他们说这个裙子啊，虽然湿掉哈，就有点像是你必须要进去淌这趟浑水，你逃不了的哈，就是这样子 ，OK 哈。但是呢，他们要我跟你说一件事情，但你不要忘了，你是穿得很华丽的下去这个池塘里面的 ，OK。所以他们说呢，在整个季度过程当中哈，你该有的姿态。你该有的，我要怎么形容呢？你该有的这个姿态，或者是你该表现出来的这种气势，他们说不要因为你躺在这个浑水当中哈，你就失去或摇摆了。这个也是要提醒你的。就比如说，假设好了。你如果是那个老板哈，我举老板比较好方便，比较好举哈，但是你们就比较容易听得懂。比如说，你就是去收拾你员工搞出了一堆烂摊子 ，OK 哈，你不能慌的跟什么一样。好，或者是你不能就是说，那我现在该怎么办？那你们要怎么办？那这公司该怎么办？哈，就是你一个老板的这个气势，或者是承担这个责任的肩膀要拿出来哈，就是你这个姿态不能毁了 ，OK 哈，这个也是你要特别提醒你的，你应该是变成发号施令，然后引领大家的那个人。OK 哈，所以这个也是你的王牌要特别跟你说，所以不要太担心。OK 哈，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他们说最后一个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哈，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你会看清很多在你身边的人事物。所以他们说这件事情的发生其实对你来讲是好的，所以还没有到最后，还没有看到这些结果，你先不要自己乱下定义，不管是人还是事还是物，好不好 ？OK 哈，好，那以上呢，这个就是你王牌要告诉你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了哈。那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的连结就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欢迎你们呢到影片下方资讯栏点选连结，都有详细的说明，一起来参加我们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那下半场延伸牌卡解读有更丰富的内容，更详细的解说，包含时间点、关键人物，还有可能会发生的实际状况，以及你可以问3个问题，我会请天使下凡来跟你解答，好吧 ？OK 哈，那我们上半场的这个净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都要到这里哦，谢谢天蝎座的朋友们哈，感谢你的收看，好吧？那我们就下半场再见了，拜拜。